Hello，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 Ariel 又回来了。今天这集呢是一个实际操作，就是手把手教你买你的投资房。不管是投资房还是自住房，其实都差不多，流程是一样的，其中有一些 variance，所以今天都会 cover。今天这期内容啊，真的是付费内容，免费放出啊。本期不只是教你整个这个流程，还有就是一些省钱的方法和我多年的经验积累到了一些 shortcut。现在这里就是求一波大家的点赞啊 ，YouTube 的小伙伴们，大家都知道我也很辛苦啊，做这些视频，然后一分钱不赚的，所以你的点赞、留言和转发，这个是会非常帮助我的。这是 YouTube 的朋友们，谢谢了，谢谢各位老铁了。现在开始今天的主题哈。之前出的几期视频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买的房子、买的投资房，对的、错的、亏的、赚的，反正就讲了一遍，都跟你们交代了。我也是就是没有什么好遮拦的，大家都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之前那些房子不是都买在美国的加州啊、德州啊、Vegas。最近呢，就是 Ariel 我又在看投资房了，我在看几个地方，还是那几个地方 Austin、Houston 还有加州这边。我现在有点转方向了，我本来都是在北加这边，是因为我的后院，但是我现在转到我的前院去了，我想要转到南加州那边要去看一看。上个视频认识了阿眠，然后他就住在南加那边，然后我们聊了一下他在那边投资的房子什么的，就是让我也特别的激动人心，就特别想要看一看。我们今天就是聊一下整个这个买投资房的这个流程，从头到尾。第一个大点就是 Section 1， 先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呢，就是第一找好你的团队，第一个是你的经纪人 Realtor， 第二个是你的贷款经纪人，就是你的 Loan Agent， 第三个就是物业管理人，你的 Property Management Team， 这些都超重要的。所以就是 Section 1里面先找好你的团队，然后再来拿那个 Pre-Approval Letter， 因为现在的市场如果你没有 Pre-Approval Letter， 你就不用再谈了。OK， 那这个 Pre-Approval Letter 它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你的 Loan Agent。刚才说你找好你的团队，然后跟你的 Loan Agent 先要一个 Pre-Approval Letter， 然后这个 Pre-Approval Letter 是 assume 你会放20%的这个头款啊。你的 Loan Agent 会根据你这些点，会告诉你大概最贵能买多少钱的房子，然后会给你出一个信来证明。这几点呢，就是第一是你的年收入，这个通常就是报税单，或者是你实在是愿意的话，可以给这个 Loan Agent 看你的 monthly paycheck 就收入，所有的欠款，就是包括你现在所有的贷款，任何房子加起来的贷款，还有就是如果你有别的贷款，比如说车子呀，还有信用卡呀，还是学生贷款啊，反正就是其他的你欠的债，这些就是大概加一加就直接告诉 Loan Agent。 还有就是你手下现在有多少钱，你的资产，你的 net worth 是什么。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小 tip， 为了节省你的时间和 Loan Agent 的时间， Loan Agent 也没有兴趣研究你所有的账户啊。就我的话，我就会给我的 Loan Agent 看我最多钱的那个账户，就是我的头款会付出来的那个账户。这个账户里面呢会有我的头款，然后比我头款再多的钱，最好最少要多10%吧，这是我的一个 safe spot。然后呢，这个头款和它里面的钱呢，就是不要看起来有什么奇怪的现金流，就是说你这头款需要是 season 是2个月以上，2个月以上这个钱是一直在你的账户里面的。还有就是你每个月没有什么大的支出、大的收入这种，要不然就会开一个 red flag， 然后会让你的 loan agent 很为难，你也会很为难。OK， 所以拿到了 Pre-Approval Letter 以后啊，第二点大重要的就是知道你想要买在哪里哈，具体买哪个城市。这个呢，就是需要你作为买家需要去做一些 research。比如说，我就经常就是收到很多私信说，我想要买投资房，然后我就问，那你想要买哪儿？然后他就说我想要买德州也行，加州也行。然后我就想，宝贝儿，你这个。好的，那你想要买德州哪儿呢？然后他就说哪儿都行 ，Dallas、Houston、Austin。这个我就很无奈了，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如何帮你。如果你想要知道德州是什么样的，你可以翻一翻啊，就不管是赚钱的，还是我有一些旅游的，还有 vlog，Austin 长什么样都是可以翻到的。我也可以 insert 这边有 playlist 哈。如果你想要买加州的话，也是可以翻一翻的。加州我这边也没少做视频，还有 vlog， 让你真的可以通过我的视频，或者是你自己去 Google 上查一下，就会对这些地点会有一定的认知。然后你再看一下你喜欢哪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发展会比较好，你先自己心里面定最起码一个地方或者2个地方，这样子会节省你的时间，也会节省你的 realtor 时间，也会让你的 realtor 觉得你是一个 knowledgeable serious buyer， 这样他比较愿意花时间在你身上，会让你会帮你快速抢到你的投资房。
选这个 location 呢，有几点啊，可以帮你选一下。比如说这个城市，它这个人口是不是在上升成长中？这个的话，你可以看 Google 的一些 stats，population growth over the years， 或者是那个每10年的 census。我是喜欢那个投资房，肯定是要选那个大幅度 population growth 这个地方，将来会长得越高嘛。就是我特别喜欢买在一些我认识的，然后我觉得很有未来的大公司的附近，比如说 Austin 就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属于一个小硅谷了，对吧？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些大公司，比如说 Apple 啊、eBay 啊、Tesla， 他们都在那边开了自己的分部或者是 factory， 所以这个就让你很有信心，觉得这个房价它肯定是还会再涨的。还有就是 Austin， 它10几年前就已经很有根基了。我在那边上大学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很多 tech company 大公司都已经在那儿了。再来就是帮你选地点的一个大的 factor， 就是要看这个城市它有没有一个 development plan， 就是它有没有要建大型的 shopping center， 有没有要开什么 Walmart、Costco。或者是 Ranch 99这种华人的超市呢，就更是一个 plus 一个 bonus， 因为通常只要会开 Ranch 99的话，你就可以几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是这边肯定会涨很多，最起码就近几年要涨幅10几到30几万的那种，这个是反正在加州是这样的。以上这些 points 你全都 consider 完了，然后心里知道你想要买什么地点了以后，第3点重要的就是要知道你想要买什么价位的，这个你自己心里面也要有数，因为你跟你的 realtor 在谈的时候，你最好也是清晰的告诉他你的最高线是什么，然后你希望买在什么价位比较舒服。价位呢，完全就是看你有多少钱，还有你愿意投多少钱这2点。这个问题可以帮你回答，就是上面那一点，就是帮你选 location。比如说你不愿意投太多钱，你不愿意冒太多险，或者你手上就没有太多钱，那你的选择就比较属于那个德州的 Houston 或者是 Vegas 这种地方。如果就是你觉得你更愿意 take 更多的 risk， 或者你手上就是有很多现金的话，那你可以加州这边 Sacramento 这边还是可以的，因为 Sacramento 这边之前没有发展起来，然后现在刚开始 before the wave get very high 吧，我可以这么说，所以就还可以入场。我觉得就是第3点呢，就是你想知道什么价位以后，你第4点你要知道你想要买哪种房子。这个房子分很多种，第一个当然就是那个独门独院的那种 single family home， 非常适合自己居住的，还有就是那个联排别墅 townhouse， 就是通常都是3层的那种，然后你会跟你的邻居 share 一个墙。还有就是 condo 就是有点像你租的那种 apartment， 有点像中国的，就是你楼上有邻居，楼下也有邻居，有这种3个选择。本人呢通常是喜欢选择那个 single family home 或者 townhome， condo 几乎完全不考虑，因为它的升值空间比较慢。如果你的楼上的邻居忘记关水管了什么的，把他自己的房子给淹了，那你的屋顶就麻烦了。这个我也听到过，旁边有朋友投资他们自己的 condo 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真的是挺麻烦的。我的选择肯定是第一是 single family， 但是因为现在 single family 呢房源也很少。Single family 是一个选择，但是你的 cash flow 会几乎为0，投资的就是这个房子它会升值，你投的是这个升值这个空间。Townhome 的话就是 cash flow 会稍微好一点，我在看的一些地方 cash flow 也有可能会达到100，所以就也是不怎么样，但是最起码不亏。我也是就是投的是它升值的空间。除了这3种房子以外，就是你要自己心里面有个数，你是想要买全新的还是二手的？二手的你可以接受多老的房子。第4点，你知道你想要买什么样的房子了以后，你心里有数了以后，你就可以到第5点，就是让你的 realtor 去给你 pull report。 比如说我想要买 single family home， 那我就会跟我的 realtor 说我想要买什么地区，比如说我想要买 Austin 的 Cedar Valley 这个城市的 single family home， 那我就会跟我的 realtor 说我想要买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 我想要买平层的，我的最高价位大概是30万以下，我希望是可以一个好租的地方啊，就是这些点都告诉他，然后我的 realtor 就会给我 pull 一个 rent report。 举的例子就是 Austin 这个房子，我会叫我的 realtor 去给我 pull 这个 rent report， 就会说 OK， 我这个房子大概3房或者4房，然后大概是1500到2000尺，大概都能租，最低是多少钱，最高是多少钱，然后 average 是多少钱，然后我说的这个例子 average 可以租到1500到1600吧一个月的 income， 所以我就会知道 OK， 如果我付30万，然后我可以拿到1600块钱的 return 一个月，所以你自己可以算一算你的利益是多少。这个只是举例啊，不需要买这个 Austin 这个 specific 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好像赚的不多，就有点
件 cash flow 平或者稍微有点 negative， 但是这房子应该是会涨的。以上就聊了半天都是 Section 1， 就是准备工作，然后准备工作做完了以后，你才进行到 Section 2。Section 2呢就是选房子和投标，就是在网上会看一看它的情况，看它照片，找点 Google Image Street View 这种。因为我们买的都不是我家旁边的房子，都是外地远的房子，所以我不可能自己飞过去看，所以通常就是让我自己在网上看一看它的照片，就是我会叫我的 realtor 过去，然后帮我做一个 video call， 我们一起 video walk through 一下这个房子，然后再看看小区，最多也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投标，就放 offer。写 offer 呢是你的 realtor 帮你做的，然后他会根据你想要放多少钱，还有你的条件都会写在 offer 里面。我们通常如果真的想要买这个房子，我们会把我们的条件放得非常的松。比如说，如果我非常想要买这个 Austin 的房子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放一个很好的价钱，这样子会给卖家很多信心，然后他就更有可能会选择你的这个 offer。Section 3就是卖家接受了你的 offer，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们就真的开始了这个 transaction。然后你们第一步会做的就是 open escrow。open escrow 的中文我查了一下 ，Google Translate 一下是开始托管流程。很多没有买过房子的人不太明白这个 escrow process， 所以我现在稍微普及一下。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以快进这一段。escrow process 呢，就是托管过程发生在卖方接受你的 offer 和买方拥有房屋之间的这段时间，板上开始钉钉的就整个这个 escrow process 可以这么想。我们就来解释这个 escrow process 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啊。escrow process 的第一步就是开一个 escrow 的 account， 你的 escrow officer 会先去帮你开一个 escrow account， 这样子呢，你的经纪人就可以从你那里收来定金，然后把你的定金放在 escrow account 里面。这个 escrow account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第三方的账户，你买这个房子所有的钱都会放在这个账户里面，一直到这个房子的 transaction 结束，然后整个房子是你的，这个 escrow account 会关掉。escrow process 的第二步就是等待贷款的人的评估。评估我们英文这边就叫 appraisal。通常你的贷款公司会给你 arrange 一个 appraiser， 就是一个评估人，然后他会去你要买的这个房子里面评估这个房子现在的价钱是多少。根据你评估的价钱啊，这一步会发生很多不同的变化。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房子是23万，但是我加价到26万，但是评估出来呢，这个房子只值22万。那如果这种情况呢，我等于是超额在买这个房子，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我认为这个房子它会涨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对的决定。所以呢，这个时候评估出来这个房子22万，我付的钱是26万，所以中间差4万。这4万怎么办呢？这4万呢需要我自己来垫，就是我要 come up with cash，或者我会需要跟我的贷款公司说可不可以他再多借我4万，反正就是我自己需要兜住这个差价。这个就是评估的作用。评估结束以后呢，这个 escrow process 流程继续往下走到第三步，就是 secure financing。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拿到过 pre-approval letter， 那个时候有说就是你最贵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比如说我的 pre-approval letter 说这个例子是我最贵可以买30万的房子。现在我们确定我要买哪个房子，就是这个 Austin 的一个1234 Austin Drive Austin Texas 这个房子，就比如说这是它的地址，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地址告诉我的 loan officer， 然后他会根据这个地址给我开一个 good faith estimate。good faith estimate 是一个 document， 一个文件，然后里面会写我具体贷款多少钱，我的利率是多少，我的贷款的 term 是多少，还有我的 closing cost 是多少，全部都会在这个 good faith estimate 里面会写清楚给我。这里就是又是一个省钱的 tip 告诉你们哈，就是你跟你的贷款公司是可以negotiate 这个 closing cost 的。很多时候如果你买全新的房子，然后你用了建筑商的 preferred lender 的话，他是应该会给你一些 closing credit， 记得要问，记得要 try to negotiate 一下，这样子说不定能在这里给自己省点钱，就是有拿到一些 closing credit。OK， 刚才第三步贷款那个 good faith estimate 搞定以后，我们来搞第四步，就是 approve seller disclosure， 就是说卖家呢他会需要给你一个文件，又是 written notification， 就是之前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呀，然后你需要知道什么关于这个房子。比如说如果你在买二手房的话，有一些房子他们说不定是把那个车库 convert to 一个可以住人的地方，然后租出去，像这种事情他是要告诉你 through 这种 disclosure process。等第四步卖家
家把所有他这个房子该告诉你的秘密都告诉你，然后你都 OK 了以后呢，我们就来做 escrow process 第5步，就是 obtain home inspection， 就是房屋检查。非常强烈建议你去做的，尤其是如果你买一个二手房，如果是你买全新的，那就没什么好做的了。因为这房子应该没什么问题。通常呢，这个 home inspection 这个房屋检查大概是几百块钱，然后你会找一个 professional home inspector 来帮你看看这个房子它有没有什么巨大的问题。然后他们通常会看几点，一个是 pest inspection， 就是看这个房子它有没有被虫子吃过，就是木头里面有没有什么蚁呀。还有就是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就帮你看这个房子有霉，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很多死老鼠啊，还是有什么 fungus， 就是蘑菇。如果没有做 inspection， 你将来发现了，你会需要花钱想办法处理的事情，所以这个 inspection 还是挺重要的。inspection 做完以后呢，就来到了 escrow process 第6步，就是 purchase 一个 hazard insurance。这个 hazard insurance 是你必须得买的，因为你贷款的话必须要买，而且也非常建议你买，因为就这个是属于是 homeowners insurance 的一个 section。它是比如说你那个地方如果是会淹水，这个地方就会包括 flood insurance。还有就是正常的 homeowner insurance 包括的东西，比如说你的房子着火啦，或者是你忘记关煤气啦，或者是你的东西被偷了，这些都会在 hazard homeowner insurance 里面会帮你保。escrow process 第7就是那个 title report 和 insurance，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房子，就有点像中国来说，中国房子就是房产证，你的 title 这个房产证是不是 clear， 这个通常都是你在买二手房的话，你要看一看你之前卖给你的人，他是不是真的是持有这个房子的人，他的这个房产证上有没有奇怪的 lien 啊，或者是别人的贷款啊，或者什么地方让你觉得不太对的。因为正常来说，这个房产证这个 title 上应该就是卖家他的名字，然后那边有写说卖家的名字是谁啊，然后他的贷款是跟谁啊，通常也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些问题，一定要确定你有 clear title 你再买。那就来到了这个 escrow process 流程的第8步，就是快要结束了啊。Final walkthrough， 我之前很多房子，我可以 list 这个房子，我买了 Vegas 房子之类的都没有去，我买房子都不去看的，我就是 trust 我的团队会帮我找到一个好的房子，然后他们会帮我去做这个 walkthrough。有的时候我连那个 Zoom 还有这种 video call 我都不参加，我就直接让我的 realtor 帮我 walkthrough。而有的时候就是他们一定要我参加，那我就参加一下。这个 final walkthrough 呢，就是你就是在交房之前最后看一遍。通常这个时候呢，你是会去好好看一看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你买的是全新的房子的话，你的 superintendent 就是帮你建房子这个 construction team 的 superintendent 会跟你一起去，然后他会跟你解释这边是热水，这边是煤气，你的整个管道是怎么运行的呀，你要从哪里去开你的水电煤气账单啊之类这种 logistic 的问题。作为一个 final walkthrough 的话 actually test 一下，比如说这个水开一下，看看这个水有没有出来，热水有没有工作，看一下炉台这个火呀或者这个气有没有开，这种检验不管是全新的或者是二手房都是有这个 process， 都是有这个流程要走的。但是全新的你就可以稍微不那么在乎，因为通常全新的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就算有什么问题的话，通常这些全新的房子 builder 它建筑商都会有那种1年的帮你的 support， 所以就是你搬进去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你就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会派人过来免费帮你看帮你修理。然后就来到了倒数第2步的 escrow process， 叫 review 这个 HUD form。 在整个房子 transaction 结束的前一天啊，你会收到一个 HUD1 form， 这个呢就是你的 final statement， 他们里面会写你的贷款的所有的条件，还有你的 closing cost 是多少钱。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里面写的所有的钱跟你之前那个我们说的 step 3 secure financing 那个 good faith estimate 的钱是有什么不同吗？这个 HUD form 1是好好过一下这个所有的 lines， 每一条都好好看一下过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额外加的费用是之前在那个 good faith estimate 上没有的，这个你需要问一下让他们 fix。 最后一步呢，就是 step 10， 就是 close escrow。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把你的 HUD form 也看完了， closing 的时候你需要签你的文件，然后卖家也要签他的文件。等全都签完了以后呢，你需要把你的头款打过去，通常都是用 wiring 的方式，你需要打给你的银行，然后你的银行会需要收到你的头款，然后收到了你和卖方都签的这个 final closing document 以后，他们会 release fund， 然后他们 release fund 以后呢，你这个房子就算是彻底
被买下来，贷款成功了。这个时候呢 title company 他们会需要去帮你 record 你的 deed， 就是说把这个 title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房产证放上你的名字，然后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价位，这个都要跟 county 就是跟政府需要 record， 需要记录和证明。 With all these，你的房子就买成功了，然后这个你的投资房或者是你的房子就属于你了。然后希望这个之后呢，你就可以住得快快乐乐的，或者是你的这个投资房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房客，它就会继续升值，你就坐着赚钱了。好的，这个视频已经太长了，然后里面道太多了，我也不能全都 cover 到。Always， 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做视频的动力，谢谢各位老铁们，祝你们都越来越有钱，我们下期